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非常遗憾的，俄罗斯还是攻击了乌克兰哦。就像我们过去也一直在提，美国也多次警告，认为俄罗斯会进攻乌克兰。很多人还认为这只是一个恐吓，只是一个借口。没想到这样的一个推论成真哦。战争影片看到无辜的百姓伤亡，看到建筑的摧毁，其实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忍哦。我们也认为这个发动战争是一件非常邪恶的事情。大家就会担心这后续到底会怎么样影响，而且国际之间哦，包含当然台湾本身哦，大家也从以往就在谈，这会不会造成台海之间也会有一些联动的影响哦？所以不仅是这个乌克兰牵动台海的情势，包含大家也很好奇，包含美国、中国、俄罗斯之间的关联哦，到底未来会怎么发展？那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闵居正老师，好，帮我们来解析一下。闵老师你好，主持人洪林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我想老师这个我们第一个问题当然就很好奇哦，在照理说啊，我们既然说两个有联动，看起来就应该叫做有默契哦。这个只要俄罗斯打乌克兰，中共就趁机赶快来这个攻打台湾，真的是如此吗？彼此之间他们真的中国会很乐意看到这一次俄罗斯的这样的做法吗？两者之间的联动关系是当然存在哈，因为这个我常讲，我说台海局势不是只存在台海当中，它受到国际因素的这个牵动。同样的，就是乌克兰这边形势也会受到台海牵动，也就是台海紧张的话呢，那俄国就可能会对乌克兰动手，但是它不是说必然如此，但是几率比较大。你刚问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那中共是不是真的支持俄罗斯这个动作？应该这样看。大家在外界有印象觉得说他们有一个同盟关系，我常讲说他们绝对不是同盟，因为中共也算得很清楚，俄罗斯算得很清楚，大家都看见现在是美中对抗，所以对俄国来说呢，他待在中间呢，然后左右摇摆对他最有利。那所以在很多时候大家看见说俄罗斯讲了一些支持中共的话，大家觉得你看俄罗斯跟中共同盟，没有，因为后来人家去问他，普京自己公开讲说，我们现在没有同盟，将来也没有同盟，就搞得中共很尴尬。中共那个外交部的发言人不是出来讲说嘛，说没有同盟胜似同盟嘛，你前面又吹同盟，那人家现在给你打脸说没有同盟，你就只好出来自圆其说。但是并不说两者没有同盟的就没有这种平行动作或者配合行动。那有的时候是因为时机有利，所以就配合行动；那有的时候是说我制造个机会出来，看看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再决定说要不要往下走。所以中共对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有保留的。我不是说中共不愿意看见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发生纠纷，我只说中共不愿意看见说俄罗斯真的去打乌克兰，尤其把乌克兰整个打下来，他们是不希望乐见的。那这个问题我们当然慢慢谈了。我先说一下现在官方怎么表态。我刚不是说中共是有保留嘛？最早大家得到印象就是中共很支持俄罗斯讲话说怎么等等这样讲了很多话，所以大家有个错误印象。可是后来呢，就是刚讲2月27号他们发兵这个进乌克兰嘛。就在那前几天呢，中共官方新华社呢就很明白出来讲，我要把最关键的话念一下给大家听这样大家比较清楚呢，官方他的立场什么。新华社说解决乌克兰问题还应该回到落实新明斯克协议这一原点上。我解释一下新明斯克协议。2014年，这个不是乌克兰东部跟克里米亚都被俄军这个骚扰，然后克里米亚被占领了嘛？当时各方出来开会，就签了个明斯克协议。明斯克协议就等于说，乌克兰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是勉强接受这个情况，然后就停火了。那俄罗斯也同意。
后来因为虽然说停火，但双方还是继续打来打去。那最后怎么办呢？就第2年的2015年签那个新明斯克协议。新明斯克协议呢，就是要落实明斯克协议。简单说就是这边要双方都要把重武器撤走，然后这个乌克兰保证说，我给这2个地方呢相对独立的地位。然后呢，但是俄罗斯说，那我对乌克兰的安全呢做出保证。所以就是双方在互相卡住的情况下呢，做了一个新明斯克协议。但是新明斯克协议签归签了，大家心里都没有底，所以也就没有真正很好的完全落实下去。好，那我再回到这画面上来。所以中共你想说应该回到新明斯克协议这原点上，各方各方面应该展现建设性的态度，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这个协议执行当中所看到的分歧。制定路线图跟时间表，为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创造条件。所以他又说对话协商，又说政治解决。简单说就是他反对战争，但他又不好明说我反对战争。要讲说明说反对战争的话，别人不就看见说你跟俄罗斯人这个矛盾其实蛮大的吗？但是你不说出一些东西呢又不行，又这个为什么不行呢？我就等会再说。所以至少他对于这个战争的方式呢，他是有保留的。然后甚至他对于说俄国对乌克兰态度呢，他也不是没有保留。所以大家的印象呢，我想这跟大家原来的印象是不太吻合的。这个如果赵老师说，本来以为中国应该很开心啊，就一开始讲的哇，你打那我就可以有一个犄角之势对台湾进行骚扰。所以显然，如果赵老师的分析是，中国是有所保留，但为什么这会跟我们普遍的印象或者推论是不大一样的？应该这样说吧，就是俄罗斯那边不用真打，他只要出兵出到那地方，把这个。紧张态势一拉起来之后呢，这犄角之势就已经形成了。这是我去年4月底讲的。那大家为什么有这误解呢？应该这样说，大家最大的误解来自于今年年初，就2月4号的时候呢，当时不是中共跟俄罗斯那边，就是习近平跟普京签了个中俄联合声明吗？联合声明里面或联合宣言里面有一段话，我也要用读的哈，这样大家比较清楚他讲了什么东西。外界我再补充一点哈。外界对于说为什么他两者会同盟呢？因为美国对两者压力都比较大。我其实在2013年写过一本书呢，就谈过这个问题。我说，美国对于欧盟、俄罗斯、中共跟日本的这4者呢是怀有戒心的，因为这4者呢都有可能强大起来挑战我美国的霸权。从美国看来，这4个国家呢两好两坏，中共跟俄罗斯比较坏，然后日本跟欧洲比较好。这美国的角度，也就是说，第一呢，你价值观跟我相近或相同；第二呢，你的利益跟我相近或平行的话，那我视为你比较好，然后另外就比较差。所以美国的战略就是，他会拉拢欧盟去压制俄罗斯，拉拢日本的去压制中共。美国拉的力度一旦强的时候，就要把中俄逼在一起，但是美国也不敢逼得太凶。反过来说，中俄要抵抗美国、欧盟跟日本压力的时候呢，他们就走近，但是他不敢结盟，因为一旦结盟的话，等于叫人家说你在加大对我的压力，所以我们现在走近而不结盟，就是说我们不结盟就看你们的表现，你们表现不好我们就结盟，你们表现好我就不结盟，你不希望我结盟，那你就客气一点，所以大家都是这样，就抓住了那分寸在这里。那所以这个其实中俄联合宣言呢，它本来也是这个意思，但有些字句我觉得强了一点点，所以人家解读呢就会出现你刚刚讲的误解。我们快讲一下刚刚讲到这些重点哈。在2月4号的中俄联合宣言里面讲说，第一，双方重申坚定中俄双方重申坚定支持彼此的核心利益、国家主权跟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就说你美国、欧洲不能干涉内政。然后俄国就讲了台湾很关键、很在意这段话，恪守一中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是台湾很讨厌的一段话。然后中俄反对外部势力破坏两国共同周边区域的安全和稳定。共同周边地区呢，就中亚地区就这一块了。然后反对外部势力任何借口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反对颜色革命。
很明显说出来，什么叫颜色革命？简单说，推动你民主化，希望你不要再独裁，然后不要再专制。也就是这两个讲明我就是专制独裁国家，我反对民主化。好，再来，双方反对北约继续扩张，因为北约扩张了威胁俄罗斯。然后呢，双方反对在亚太地区建构封闭的结盟体系，譬如说澳英美同盟。然后高度警惕美国推动的这个印太战略啊，那这是中共在意的，所以双方在这边呢互相讲了一些支持对方的话，然后也表达了对方的关心。然后这个关系刚好又是非常敏感的国家安全问题，也正好是美国在全球推行的战略，所以这么来呢，大家就觉得说啊，他们之间好像在结盟了。其实我在提醒大家，没有结盟。这3个国家，美中的3国呢，真的是在玩三角关系。我再说一遍，现在这个国际政治主轴是美中对抗，俄国在中间是左右摇摆。现在呢，看起来是跟中共比较近，因为什么？因为美国压力比较大，所以看起来中俄就靠近了。有人看见中俄靠近这现象，觉得说中俄结盟了，不是。俄罗斯在左右摇摆的时候，这个时候刚好摆到中国这边。等到美国压力小了，中共的这个威胁大的时候，俄罗斯自然会倒向美国这边来，所以俄国是有这空间的。到那时候，大家说，哎，美俄又结盟对抗中共，都不是，俄罗斯是左右摇摆。这才是比较准确的关系。是哦，这个过去我们谈到这个美中台3方也是这样的一个大三角的关系。其实如果把它转换套用美国、俄罗斯跟中国，显然这个三角也不断的依着他们的一些状况来改变。这倒是一个大家可以好来从这个角度来探讨的问题。所以如果这样子来谈，我就比较好奇，在俄罗斯的部分，在这个大三角，它会是怎样的角色？它怎么样来看待呢？对啊，所以我就接续刚刚的话了。如果说大家认定说，现在国际社会的主轴呢是美中对抗，对不对？好，那美中对抗，那你一个国家要玩的时候，就想说，在美中对抗当中，我要站在哪里？然后呢，我的国力呢，跟我的国家目标呢，怎么样站对我最有利？好，俄国前身是苏联。苏联当时是跟美国对抗的主要的国家啊，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意识形态，一方面是全球扩张，一方面是经济，然后军事各方面都威逼全球，所以他跟美国对抗。好，那你说俄国难道不想做这件事情吗？他也想也不想。想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有那么强大的话，我要做事情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我没那么强大呢？那我当然不应该做这件事情。好，那现在俄国是没有这实力的，为什么呢？前苏联的面积是2280万平方公里，1991年苏联瓦解之后，它丢掉了500多万平方公里，剩下1707万，1707万仍然是世界面积第1大的领土大国，那没话讲。那你说它不够强大吗？不够强大，为什么呢？第一，它人口不够多，它人口大概在1亿5千万到1亿4千万左右，跟孟加拉跟巴基斯坦差不多，甚至比2个国家有个国家还少一点点。这么大的国家，然后这么大的领土，然后这么少人口呢，它是地广人稀啊，所以第一点。第二点呢，人口不足的时候它有问题哈。第一呢，它照料这个国家很困难。第二就是呢，它的生产力其实是不够的。它丢掉了乌克兰的这个很富庶的地方之后呢，然后又丢掉了这个东欧各国的这些卫星国，所以它经济大幅下滑。俄罗斯经济现在全世界排第10几名。所以算得上是一个大国，但算不上一个可以争霸的国家。所以，第一，这个领土大；第二呢，人口又不够多；第三呢，经济不够发达；第四呢，大家想象不到，俄罗斯的科技不是十分进步。它的军工科技很厉害，但它的这个经济生产的这些实力呢，没有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它把很多科技拿去搞军工生产了，而不是搞这个真正的这个民生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如果他把这个科技转移到民生上来，他经济会好很多，但他没有这样做，所以简单说，他国力又不够。所以第一呢，美中对抗；第二，国力不够，那他能干什么？他只能在美中当中呢去摇摆，这是最佳的定位。我记得好像我们好多期前面讲过一件事情，我们说那时候人家去访问普京嘛，就问他说：“那你对于这个美中现在这种态势，你俄国什么态度呢？”他答得很技巧，他不是说我像是猴子，山上猴子这种看这个2只老虎在打架吗？
翻成中文是很不好听的坐山观虎斗嘛，它不是这意思，但翻成中文恰巧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现在美中对抗，我不要下去搅局，然后呢，我在这边左右摇摆，我当个什么？我当快乐的第三人。你美中对抗呢，越久越好。为什么？因为我实力不够，我这边左摇右摆的时候呢，我在增强我的国力。如何增强国力呢？要慢慢的把我经济搞起来，把人口增加，然后甚至把领土再扩大。领土扩大跟人口增加可以是同时的啊。譬如说把乌克兰吃下来，可以多4000多万人口；把白俄罗斯吃下来，可以多1000万人口，这样就多5000万人口。你原来俄罗斯的1亿5千万加这5000万，那就2亿人口了，那就很可观了。所以他当这快乐第三人，当快乐第三人越久越好。什么叫越久越好呢？就是在我还没有强大以前，在我俄罗斯没有强大以前，你美中对抗的越久越好，但不能真打。你要真打后我就麻烦了，因为我就可能被迫选边。所以在你们不真打、不全面开打情况下，我在那左摇右摆呢，我的利益最大。好，那如果你们和好了呢，那不行，因为这样对我来说就危险。所以如果万一你们因为某种原因和好了，我一定要想办法挑拨，帮你们制造矛盾，这叫做快乐第三人的事情。所以我刚才讲，我说在美中对抗情况下，俄罗斯最佳定位是在中间左右摆荡，时而亲中，时而亲美，然后在两边得到好处。所以你说他怎么看大三角呢？我想比较完整的看法呢，应该是这个样子。对哦，其实想象中，如果他是俄罗斯的部分，一定是希望美中不断的耗尽他们的气力，让他们才有机会哦，这个高筑墙，这个广增粮，然后这个未来有机会，当然就要称王了。所以如果从这角度就很好奇，所以俄罗斯到底怎么看待中共武统台湾这件事情呢？就是打仗，他们会很支持吗？如果从这个角度。这样说啊，你记不记得就是普京大概几个月前讲过一段话？他说，其实那时候不是飞机飞来台湾闹得很凶吗？台湾很紧张吗？当时我说啊，台湾为而不为了，我说不用太紧张，我说表面紧张会有，但不会有不容易有真正的大风险了。我不说一定不会有，但是很难有真正的大风险。好，那人家拿着问题去问普京，说啊，你现在怎么看这台海形势？他不是轻飘飘讲一句话吗？他说中共要统一台湾呐，哎呀不必急啦，用经济就可以了啦，对不对？当时我们都猜说，哎，你怎么讲这句话对台湾看起来很有利呢？他背后话中有话，因为我们怎么话中有话呢？我们再往前推一下，如果说中共真的在美国不注意情况下，会因为什么某种原因，啪就把台湾统一了，统台之后呢，那看美国的反应怎么样？美国反应够强，逼中共后退，把台湾吐出来了，那没问题。万一美国反应不够强，中共硬是不吐，然后呢，中共不但不吐，然后生产慢慢高涨，到最后呢，美国有可能会被迫退出亚洲的。当然这不是说一下的事情，这总是要个几年时间。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美国开始慢慢后退，中共在开始慢慢再起来的时候，亚洲的政局会出现重大变化，亚洲的格局会出现变化。很多国家原来亲美的会倒向中共，然后会跟美国慢慢疏远了。所以简单说，美国在亚洲的着力点就不强。然后讲到白就是美国要逐步退出亚洲。你说这很难想象，而不是的。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期，当时韩战打得很凶的时候，美国的财力这么富裕的国家，它支撑不了。对不起，越战。当他支撑不了越战的时候，他怎么办？他认真考虑过退出亚洲啊。最后决定是什么？退出越战，不退出亚洲。就是还是留在亚洲，但是我退出越战，脸上无光，但是至少我还撑住了。好，那如果说出现了我们刚刚讲的态势，中共把台湾并吞了，然后美国无力抵挡，美国不但无力抵挡这个中共并吞台湾，然后各国慢慢倒向中共的时候呢，美国也拦不住。为什么？因为人家声势毕竟起来了。好，那你拦不住了，拦不住的时候，美国要逐步退出亚洲。美国在这个时候不但会退出亚洲，它的国际地位会大幅下滑。当它的国际地位大幅下滑，大家开始怀疑的时候，就出现另一个可怕的现象，就是大家对美国不再信任的时候，大家也不再信任美元。美元在国际上是超发的，大家都知道。
那明明一个超发的货币，大家为什么这么相信它呢？第一，它毕竟是世界第一强国；第二，它经济实力还是很雄厚，我们大家相信它的经济潜力。所以相信它的国力，相信它经济潜力，你就相信美元。当你发现说它开始退出亚洲，它开始守不住的时候，它的国际地位开始下滑，大家对美元信心开始下滑。当大家对美元信心下滑，开始抛售美元的时候，人民币就上来。所以这一来一往呢，对美国的国际经济实力就出现了根本性的打击。美元开始下滑，人民币开始上升，大家开始抛售美元的时候，美元价值呢就开始在往下走。美元价值开始往下走的时候，美国的国内财政出现重大问题，所以美国是有可能崩溃的。美国国家财政有可能崩溃。所以现在我们讲就是，如果丢掉台湾的话，对美国冲击有多大？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很快，俄罗斯还来不及强大，那最后你会看见什么？中共取代美国，美国离俄罗斯这么远，美国压迫俄罗斯，俄罗斯受不了，中共就在俄罗斯旁边，中共突然强大起来了，变成2倍大、3倍大，你俄罗斯怎么办？俄罗斯在历史上对周边是有恐惧的，你不要看俄罗斯一天到晚侵略别人，他对周边是有恐惧的，所以旁边国家强大的时候，他就要对付他。你看欧洲就是如此，所以他绝对不乐见中共快速强大，他甚至永远不希望中国强大起来，应该这样讲比较准确。所以对他来说比较有利就是美中持久斗争，但不爆发真正的大战。这么一来呢，对俄国来说是有利，时间上有利，然后空间上有利，也就是说，我在美中之间摇摆的时间跟空间都加大加长，这样对我慢慢在强大呢是有帮助的。所以对俄罗斯来说呢，你中共一下把台湾拿掉，对我是不好，但是你时不时来闹一下台湾，对我是有利的。因为美国就把焦点呢关注在那里。反过来说，就是中共也不会希望看见俄罗斯把乌克兰并吞，因为并吞了你就强大了，我就不高兴了。但是你时不时在乌克兰闹一下，我也是高兴的，这逻辑是一样的，这就是联动关系。所以讲到底就是，俄罗斯不会乐见中共快速武统台湾，甚至不希望最后中共武统台湾。你们分裂的越久，对我来说是越有利的。反过来说，台湾如果看见这一点的话，就应该想办法开拓跟俄罗斯的关系嘛，这是我们可以做，我们应该做的嘛。这个真的也是可以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反间的一些方式哦。那回到这个刚刚谈到俄罗斯的角色，大家当然另外接着好奇，那中国呢？中国又怎么看待这个美国、俄罗斯跟中国之间的角力？中国对于这大三角又是抱有怎么样的一个想法跟心态？老师你怎么觉得？所以如果说我们前面分析没有错哈，大概中国是这样看的。因为中国的前面呢，美苏对抗，然后拉拢了中国，然后中国很高兴。然后苏联瓦解之后呢，中国有点担心，因为那时候美国还注意在看这里。但是美国里面有2派，一派是坚决反俄派，一派是这个坚决反中派。在很长时间里面，坚决反中派比较小，坚决反俄派比较大。因为俄罗斯的威胁实在太大了，所以在苏联瓦解之后呢，美国好几任总统花了很大的功夫呢，不断的削弱俄罗斯。怎么削弱俄罗斯呢？我把你周边的这些卫星国家，什么波兰、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等，一个一个拉进北约来。这第一个。第二就是把你原来里面的加盟共和国，你里头的那些这个什么，立陶宛啦、拉脱维亚，然后在爱沙尼亚跟其他一些原来你的卫星国家，不是卫星国家，加盟共和国，我也拉进北约里面来。所以从地图来看呢，北约就向东走了，叫做北约东扩。就前面我们讲说，中共、俄罗斯在联合学院里面反对的事情。好。但是，一旦这样走的时候呢，大家觉得说，那中共这边不就轻松了吗？对，是。所以中共那段时间的确很轻松。你看到就是美国不断拉拢中共，像2002年，中共还参加了这个世贸组织，让经济开始快速爬升到这个大概3、4名的时候，美国才发现不对劲了。我不小心制造了一个很强大敌人出来，所以美国开始注意这件事情。注意的当中呢，又爆发了911恐怖攻击，所以又分析了一下。等到911事情都完全处理完了，这时候才回头看说，中共变这么强大了。
在无计可施时候，川普上台才修改了对中共政策，大家才真正认识到说，哦，原来中共对我们威胁也相当大，所以这时候才开展了说所谓的美中对抗修改对华政策。那么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当时贸易战争打了一阵子，当时我们已经看见，我们说美中的对抗已经结构化了，已经固化了，中共也这些。最早他们还不太愿意接受，因为他们觉得说啊，我们跟美国之间还有很大的经贸利益什么等等。对，经贸利益还在，但是战略对抗已经慢慢形成，所以美中对抗战略已经形成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两国的经贸关系很深，所以当时川普喊脱钩，我们说不可能全面脱钩，你可以部分脱钩，哪些地方脱钩呢？高科技脱钩，因为你高科技不用依赖它，它依赖你。但是呢，低阶的你不能脱钩，为什么？因为它制造业发达，台湾把制造业整个搬到大陆上去，放大300倍，你说能不发达吗？非常发达。所以中共就凭借着这个呢，就经济就起来了，但它高科技还是赶不上。很尖端的军工的部分它有一些发展，但整体来说它的基础不够雄厚，所以双方不可能脱钩。那既然不能脱钩的话，那怎么办呢？又要对抗怎么办呢？且战且走。所以有攻有守，且战且走啊，这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双方在对抗，在战略对抗，然后在经济合作的时候呢，看见俄罗斯角色，俄罗斯想当第三人，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他当第三人，所以怎么办呢？只能在他摇摆的时候，尽量增加他摆向我这边的时间，缩减他摇摆到对方那边去的时间。所以我又要拉拢他，然后呢又要防范他，这大家对两边对俄国的态度。好，这第三点。第四点是我过去谈过，但最近大家国际上很少谈的，在美中俄这些大国之间呢，他们当然竞争非常激烈，然后也想把对方扳倒，但是呢，不太敢爆发直接的战争，哪怕是小规模的射击战呢，都不太敢，因为怕说逐步升高。大家手上都有核子武器，一旦升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一不小心动了核子武器啊，那可能就人类灭绝了。所以这些大国之间呢，你要它爆发热战的机会不太大。俄国这次就看准了，你不太敢爆发热战，所以我动乌东看看。其实我还有别的办法。好，那这是第四点，热战不可能。第五点，如果热战不可能的话，那我们怎么对付？彼此怎么对付？所以美中之间呢，就用所有热战以外的手段去削弱对方。政治经济啦。然后这文宣啦，金融手段啦，科技手段跟准军事手段，比如说这个演习叫准军事手段，所以这样来削弱对方。然后这就回到中共跟俄罗斯了。美中在对抗情况下，美国最强，中俄呢现在是暂时靠近，但不会同盟。但是虽然双方靠近了，双方都希望我刚刚讲说，中国方面希望美国跟俄罗斯矛盾比较大，跟我矛盾比较小。俄国希望说美国跟中国之间矛盾比较大，然后跟我这边矛盾比较小，这样对我是有利的。所以双方都会制造对方的矛盾，都要说扩大他跟美国之间的这个矛盾。他双方是这样想的。所以听起来，难怪老师一开始说他怎么可以称作同盟呢？根本就完全，我觉得各自暗怀鬼胎哦。所以那这样当然就会更进一步好奇，在这一次乌克兰的跟俄罗斯的冲突，到底中共怎么看待俄罗斯这一次派兵进入到乌克兰？老师您怎么分析呢？如果我们刚刚分析的对的，就是中共不希望看见这个局面，因为美俄这样去搞这种地步的时候呢，你不要搞得那么僵，然后不要闹到这一步，对我中共是有利的。为什么？你美国分心去对付俄罗斯，你就可能会分心看我这边搞台湾了。所以他会希望看的情况。但是你闹到那一步的时候，我要表态，我是左右为难的，这第一点。为什么左右为难呢？就讲到第二个问题了。在过去呢，我一直跟大家讲说，我跟俄国关系比较好。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在国际上是被孤立的，我是被针对的，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些朋友啦，或者有一些靠山在这里。那在没有情况下，我知道说俄罗斯是我同盟，但俄罗斯又说没有同盟，我知道出来讲说没有同盟胜似同盟，很尴尬了。所以我必须要维持中俄这个所谓的同盟形象。但是如果说我真的强力支持这俄罗斯去维持形象的话，第一我得罪美国，第二我得罪欧洲，这都很不聪明的。美国跟欧洲对我的经贸利益比你俄罗斯大太多了，大多少倍？
我赚的外汇里面70%到90%从美国那边赚来，你俄罗斯才多少嘛？是你提供我天然气、石油，但是我从美国那边赚到的钱比付你的天然气、石油那个多不知道多少倍啊！所以我又不能够说撕毁我跟俄罗斯人的关系，又不能得罪美国、欧洲，我那个线真的是非常窄的。所以想来想去，他就只能说我站在中间啊，怎么站中间我等会儿再说。好，那现在再回到这乌东的局面。所以我前面不是讲，我说新华社很早就表态说啊，要外交解决，要谈判，要回到新明斯克协议。简单说，我真的不希望你看他闹下去。你可以继续这样闹，但你不能真的去打。打的话呢，我很尴尬。我支持你也不是，不支持你也不是。然后，你说啊，大家担心说，哎呀，他那边打了这个乌克兰之后，然后美国分心了，然后中共给他打台湾了。美国也算到了嘛？如果说我们在去年4月就看到犄角之势的话，美国也看到了。如果是犄角之势的话，那美国就要两手硬，我对俄罗斯要硬，对中共要硬。那如果说对俄罗斯这边硬，然后中共这边一软的话，他这边来，我不是开辟2个战场吗？说避免两线作战，怎么避免两线作战？我先告诉这边你不能动，我怎么告诉中共说你这边不能动呢？我派了5艘航母过来。我们上次不是讲了3艘重航母、2艘轻航母、5艘航母在这里。这几乎是韩战以后没有看过的局面，5艘航母摆在这里，就表明说你不要给我动台湾，我这边专心去揍俄罗斯，你给我小心着。那中共现在在夹缝当中，就在美俄欧3方呢，他只好在中间走，所以他只好讲说啊，回到新明斯克协议，和平谈判，避免战争。但是请各位注意啊。他去诠释明斯克或新明斯克协议的时候，他会诠释对俄国有利一点点，这是他对俄国的一种善意。所以对中共来说呢，乌克兰危机呢不能再闹大，可以往后退，但是可以拖久。然后你不要全面进攻。再进一步来讲，就是当这事情闹久之后，美国就必须回头稍微拉拢中共。当拉拢中共的时候，对中共压力就放松。但对我们台湾来说，就是当他对中共放松的时候呢，对台湾的压力就反而增大，这点我们是要谨慎的。这的确有。每次谈到国际外交、国际关系之间的这些尔虞我诈，所有大家的斗智斗力在许多时候从这个案例上，我想更明确的可以看出各方之间复杂的角力的一些关系我们台湾也是牵涉在其中，所以我们还是必须关心这个议题但我必须说了，这些事情如果不关心的话，这有可能未来下一个我们受害受难变成难民都不有可能所以这个还是非得我们必须要有更高的警惕跟关注那今天再次感谢尹居正老师带来有关乌克兰危机的一些分析那我想这议题不会结束，还没结束，我们会持续在节目当中来做报道。再次感谢明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最近在中国有一件事情引起大家非常大的关注当我们这个有许多的观众也留言，希望我们来关心，就是我们徐州丰县八孩的铁链母亲这件事情当然引起大家认为说哇，在中国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如果大家再回想一下，在2007年，中国就有个导演拍了一部《盲山》的电影当时就是根据真人实事所拍摄的这部电影。那听说后来也被禁播了，主要就探讨人口拐卖的一些问题在片中当然提到说，这个有时候看到最让人惊恐的是不只是眼盲，最重要的是整个村都心盲了。那我们看到这个徐州这个八孩母亲的事情，当然就让大家好奇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还会持续的来发生当有人说这件事情为什么引起大家的关注跟讨论，主要也是突然一条铁链又把大家拉回到中国，事实上并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厉害了我的国。
所以也有人说，借由这件事情，可能也是一般的民众可能政治不好来触碰，但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些在民生的，在可能我们谈到生活周遭的一个比较中性的议题来表达人民内心的愤怒哦。所以这件事情后续到底会怎么走，我们到底该如何来看待哦？那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中国经济学家，也是旅美学者陈小龙博士。陈老师你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我想我们一开始这个议题当然真听起来是一个蛮沉重的议题哦。中国许多的一些偏乡可能都还有存有这样的一些人口贩卖的为了要帮忙生小孩，为了要这个村里面让他们可以有后代香火的延续哦。所以有人就说这个现在中共看起来是想要好好来调查，大家说真的吗？在这一次的事件里面，这些调查真的可以还原出真实的内容吗？这部分老师您怎么看呢？主持人，你谈到的这个事件的发生是徐州方县的一个县委宣传干部，他为了迎合中共当局最近提出来的多子女政策，想制造一个典型，结果引发了一场大地震。那么对当地政府而言呢，这场地震包含了3波没有想到的。第一波没想到就是说，当地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严重穿帮了。中共以前不是讲独生子女吗？这一家就8个。那么第二波没想到呢，就是当地是为了给多子女家庭提供一些生活用品，去组织一个所谓的爱心活动，献爱心活动，结果是导致铁链女的悲惨处境被发现。那第3个没想到的就是民间对这个铁链女的身份的追踪，使得当地大规模人口拐卖和劫持女性的长期做法被曝光。所以这个案情实际上一场地方干部的乌龙演出造成的，也就是说是宣传闯了祸，爆出大丑闻，丑闻闹大了，惊动中南海。我先讲一下这个第一波没想到，这个地背景稍微复杂一点，大家可以从中了解到说，共产党的统治是何等的蛮横。中共从1978年开始，在修改中共宪法的时候，在第53条里规定了这样一句话，叫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那么当时是为了减轻人口增长造成的农村粮食紧张和城市的就业困难，因为当时农民是被限制在乡村那个人民公社的范围内，不得流动。子女多的话就需要更多的粮食，就导致农村的人均口粮紧张。那么城市里呢，是很难为更多的人口安排就业。然后1979年的时候，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就推进到了叫做一孩政策，就只许生1个。1979年5月，邓小平说要力争人口降到5%的这个指的每年增长率，用行政的、经济的办法都可以，只要能降下来就是最大的胜利。然后1979年6月1号，陈云在一次谈话中说，要制定法令，明确规定只准生1个。他说先念同志，这个先念同志就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这个先念同志对我说，实行最好1个，最多2个。我说再强硬些，明确规定只准1个，准备人家骂断子绝孙，不这样将来不得了。就这样的话，中共高层几个大佬就把这个强制只许生1胎的政策确定下来了。那么以后30年里面，中国城市里头，夫妻结婚以后要生小孩需要取得准生证，否则呢会在工作的单位受到惩罚。那在农村里头，由于农民会偷偷的生，就实行了大规模的强制绝育手术，这个严禁生第2胎。那么除了强制育龄妇女结扎，强制怀孕妇女刮宫，还不服从的人还要遭到惩罚。我就举几个例子，这个农村里中国农村墙上有各种各样的标语，天天在恐吓农民。比方有这样一个标语，叫做1胎上环，2胎扎。1胎上环就是说你生了1胎就要给你上节育环，2胎扎就你生了2胎就要结扎，强制的结扎。
一胎上环，二胎扎，继外怀孕坚决刮，这个刮指的是刮宫。那么还有叫做该扎不扎，防倒误他，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是要强制给你结扎，给女性结扎，你要是不肯的话，我把你房子拆掉，叫你防倒误他。还有一个口号叫做宁让你家破人亡，不让你超生一胎。还有一句话叫做逮着就扎，跑了就抓，上吊不解绳，喝药不夺瓶。这意思是说，要让所有的育龄妇女都要强制结扎，你要是逃跑就把你抓回来，你要用上吊来威胁，我不解绳子，我看着你掉。喝药不夺瓶，意思是你要用喝农药来威胁，那行，我不夺瓶子，你喝下去。那什么叫共产党的蛮横专制？这几句口号就说明问题了。共产党的专制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永远不认错，除非他吃了亏。那么我刚才讲，共产党这个独生子女政策一直强硬的执行了30年。那么到了2015年，因为中国出现了人口老龄化趋势，所以中共宣布说允许生第2胎了。那么到了去年，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难题，中共开始宣布说鼓励生第3胎，而且还要给奖励。然后这就发生了徐州这个事件。那么当中共强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时候啊，基层干部的命运啊是和这个政策直接挂钩的。中共有个说法叫做一票否决制，就是说你的辖区里出现了第2胎，你的仕途就终结了。那么当中共开始实行鼓励第3胎的时候呢，基层干部就开始想到说，我们要用生第3胎的案例向上面来邀功。那么这样的话，徐州市丰县有一个宣传干部，听说这个县的欢口镇董集村有一家人家居然有8个小孩，他马上觉得做一个宣传报道就可以让县官向上面邀功。那这个干部本来啊，他是为了宣传多子女新政策落实得很好，但他没想到这种宣传正好暴露了中共实行40年那个独生子女政策在丰县完全是假的。那拍这个马屁，向上头拍马屁，搞不好会让上面追究过去计划生育时代政策落空了，然后发现说县政府以前是谎报他完成了计划生育的任务。但是呢，这一波没想到啊，很快就被第2波没想到给冲走了，因为第2波没想到更可怕。那么因为县政府呢知道下面有农户家里生了很多小孩，那么想要说表现一下政府的爱心，展示说自己对落实中共高层那个新的多子女政策态度多积极，就组织人去村子里送生活用品。那家农户的男的呢叫董志明，他正在向县里来的干部讲自己生活多困难。然后县里有来的人呢，听到旁边一间破房子有铁链声响，就走过去一看，吓了一大跳。破房子里有一个女人，大冬天的时候被用狗链子拴在屋子里头，没有鞋，头发凌乱，脸色很黑，土炕上扔着2个馒头。那么这个女生呢，就像一条狗那样被拴在那里。这就是这家8个小孩的母亲。那么现在手机拍照很简单，所以这个场景就被县里来的一个女士拍了一段视频，1月28号放到网上。那这段视频呢，在维基百科上是有记录的，但是已经被中共删除了。那么这段视频就迅速在中国被转发关注，很多人就开始关心女性的权益问题。那这个被铁链拴着的妇女啊，她不是住在深山僻壤的地方啊，她是在一片大平原上一个中等城市，江苏省北部徐州市郊区的丰县欢口镇董集村。那这个村在哪里呢？在徐州市西北方，离徐州市不过100公里。这个村子西面离那个济南到徐州的高速公路不到10公里。那么就在这个交通十分方便的平原地带发生的这个案情呢，是20年前开始的事情，一直拖到今天才因为偶然的原因被揭露出来。那么其中的背景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来有多黑暗。
那么接下来还有第3波，没想到对中共来讲就更加可怕了，因为中共统治之下社会的黑暗被挖出来了，所以很多民间人士就开始挖掘相关的线索，结果发现这个命运悲惨的女人其实是被拐卖到这个村子里的，由那个姓董的人买下来，长期被当作性奴，受尽虐待。那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大量抨击徐州当地政府的文章，然后这个事件呢进一步变成了国际事件。BBC、德国之声、端传媒、台湾的自由时报和联合报，还有大纪元时报、纽约时报，这些媒体都跟进报道。那么这样一来的话，中南海本来正在想用冬奥会来宣传中共的成就，这个徐州这个铁链女的事情就完全转移了社会的眼光，也给中共对中共不满的民众一个发泄不满的机会，让中共十分狼狈。那大家不要以为这样的苦命女人就只有这一个案例，那也不要以为说只有这个村子里才发生这样的案例。其实呢，这一次的铁链女事件只是偶然地掀开了中共统治之下黑暗的底层社会的一角。那从这个案例追下去，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大量可怕的中国表面繁荣掩盖之下的阴暗不堪的社会现实。这件事也不是现在才发生的，而是过去几十年都一直存在的社会现象，只是长期被中共掩藏起来了。那么现在这件事情是把相关的问题揭露出来了，那中共恼火的不是那个苦命女人的遭遇，而是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被曝光了。那么劫持、拐卖妇女、劫持小孩在中国到处都存在。劫持小孩不仅仅是发生在穷乡僻壤，也同样发生在大城市。所以中国的小学放学以后，都会在校门口聚集一大群家长，各自接走自家小孩，这就是怕小孩单独行走可能会被劫持。这种现象从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到小城市都是一样的。那么至于拐卖妇女就更加普遍了。仅仅就在徐州，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4年内有将近5万女性被拐卖到这个市所属的6个县。当时徐州市总共才500多万农村人口，那么这5万被拐卖的人呢，占育龄女性的5%，也就是说，这个当80年代末期徐州市的郊区县里，每100个育龄女性当中有5个是拐卖去的，这个比例现在就更高了。那1989年的时候，浙江文艺出版社曾经出版了一本这个反映拐卖妇女犯罪的书，书名叫做《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那这本书介绍说，从1986年到1989年，人贩子从中国各地拐卖到徐州所属6个县的女性，一共是48100名。那当年整个徐州出租车的半数司机都参与拐卖妇女，他只要在火车站拉到单身的女孩，就会转手给人贩子去卖掉。另外据徐州市的一份调查报告，外地妇女被哄骗、劫持、拐卖到江苏省徐州市所辖的各个县的具体数字呢是这样的，这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就是徐州市下属的铜山县12000人，遂宁县8700人，郫县9400人，丰县8100人，丰县就是这个董志明所在的县，沛县5300人，兴宜县4600人。那这份徐州市的调查报告说呢，这是一组骇人听闻的数字，也是一组充满血和泪的数字。那这些数字合计起来就是48100人。然后呢，在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一个杂志叫《雨花》杂志，他1988年第10期刊登了一篇报告文学叫《黑色漩涡》。这个黑色漩涡中提到上面讲这些情况。那这部报告文学还举例子说，被犯罪集团劫持拐卖的妇女，多人被强奸、轮奸，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受害者绝大多数是未婚女青年，有农民，有干部，有待业青年，有精神病患者。那大家肯定会有些好奇，
徐州这些被拐卖的女性都是从附近的县或者邻省抢劫来掠夺来的吗？那有一篇报道披露说，其实大部分的女性是从远在云南、贵州的西南省份这个绑架来的，而且是这些人女性呢，多数是祖居西南地山区的少数民族，有些人汉语都不会讲。1982年，徐州有18个少数民族，一共是9000人。到了2000年，徐州的少数民族族别，就是有几种少数民族，从18个变成了47个，多了2万多人。这47个当中，将近30个都是云南那边的少数民族。那这段时间呢，徐州的人口只增加30%，但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倍多，而且多半是西南省份的少数民族。那么那些少数民族在云南、贵州，他是不可能有机会认识几千公里以外的徐州农民的，他更加不可能自己从山区跑那么远的路，去主动到徐州这个地方来嫁给汉族居住的地方，因为他们语言都不通。那么他们远道出现在徐州，很可能就是妇女拐卖的结果。那也许有人想说，是不是被拐卖的女性啊，都是文化程度低的农村女孩呢？答案可能大家会吃惊哦。具有研究所学历的女生在中国照样会被拐卖。1988年9月3号，中共的官媒《光明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沉重的思考：对11位女研究生被骗案的追踪采访》。这篇报道曾经当时轰动全中国。报道是曝光了11位女研究生被拐卖的案件，其中呢最著名的是上海同济大学一个女研究生的案情。当时《光明日报》有一个女记者是叫武晴英，她翻阅了1988年6月7号《河南日报》的时候，看到一篇短文，引起她的注意。这篇文章讲的是说，拐卖女研究生的骗子叫李敏，1988年6月6号在郑州落网了。当时呢是2个年轻的女子在郑州市的就河南省会郑州市的一个旅社里遇到了。这个女研究生就是同济大学的，年龄呢要比这个另外一个年轻的农村来的一个半文盲小姑娘大了7、8岁，结果她就居然被个农村的半文盲小姑娘拐卖了。那么这个事情呢，就促使刚才讲的《光明日报》这个女记者武晴英去当地采访。那他写的报道说呢，同济大学这个女研究生，我们暂时称她 A， 她是被一个16岁的农村小姑娘拐卖到山东省运城县农村，作价2480块，买主是农民龚长恩。在被拐卖的71天当中，这个 A 遭到了龚长恩的强奸，并被严加看护。A 曾经想自杀，但是没能成功。后来是买主龚长恩被判了5年徒刑。那么刚才讲的《光明日报》记者武晴英还在报道里头记述了运城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讲了一件事，说是贵州省有一位妇联主任是到当地来解救从他们那里被拐卖到这个山东运城县的这个少数民族妇女，结果他在山东运城的街上，县城的街上走在路上就被几个山东当地人绑架，而且呢是要把他倒卖掉。那在卖他的过程当中，这个妇女主任才趁机逃脱。这是这个运城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讲给记者听的故事。那在中国，人口贩卖是古老的产业，从1980年代至今，中国媒体从来不缺少这类报道或者纪录片，还有大要案纪实片等等。比方前面主持人提到的2007年的电影《盲山》，2016年有一个雾山，就是湖北的雾山童养媳事件。2018年9月21号，中央电视台乡村法制剧场播放了一部片子，叫做《被拐卖的女大学生》。此外，还有一部电影叫做《嫁给大山的女人》。那这部电影宣传是这样介绍的，说根据河南襄城姑娘告艳敏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成。那么这部电影讲述的是说，一个18岁的打工妹
被人贩子拐卖到大山里头，多次自杀未遂以后呢，支撑起了风雨飘摇的家。但实际上，这部片子是在美化这个拐卖妇女的社会现象。这现实当中的高艳敏的命运完全不同，她被转卖、被强奸，再以2700块的价格卖到了太行山深处的河北保定市曲阳县灵山镇下岸村。丈夫是经常喝醉酒打她，所以事实和影片完全不符。是，我想听了老师刚刚提到的，不应该知道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而且非常的严重哦。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案子，因为在网络线上的讨论的延烧中共当然就说要开始成立调查，很多人说很感动，终于政府对这件事情愿意正视，但有人调侃说，哎，你不要这个太开心，为什么呢？这个丰县调查完，万一不利，到时候就往上再推到徐州，徐州调查完再不行，在江苏，江苏不行，在国务院，哇，拖了一长段时间，搞不好大家记忆就忘了哦。但也有人说没有这个中共高层很关注哦。有人说这个习近平在最近的一次中共常委会没有出席，他就是去关心丰县八海铁链女的事情哦。也有人说习近平的老婆这个彭丽媛哦，对这件事情也非常的关注，希望能查办到底哦。大家搞不清楚，难道这个查办是因为高官因为某个事件单一的怜悯才来查，还是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一个我们看来在任何的国家社会发生这种事情都应该很单纯的司法检调相关的机构就进入去调查，为什么在中共发生这件事情是这么难以去了解跟解决？老师您怎么看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共是一个从上到下非常严酷的专制政权。那有一个异议人士出现的话，中共可以轻而易举通过手机监控，还有遍布大街上的监控摄像系统，就把他找到，然后抓走。那么在农村里头，我前面提到过，为了执行一胎化政策，乡村政权是撒大网查每家每户。一个育龄妇女想要逃避绝育手术是非常难的。那既然如此，要找一个被拐卖的女性，而且这个女性很显然是需要按计划生育政策是要做绝育手术的，因为她是不只生2个3个，她生8个哎。那么找这么一个被拐卖的女性，又要做绝育手术的人，居然找不到吗？有这么难吗？何况被拐卖不是少数啊，我们前面讲过有几万人哎，就在徐州市这一个市啊。那为什么这个铁链女在中共严密的社会监管当中，居然就长期没有人知道？那像从前面我们讲过，中共这个80年代的媒体其实披露过，徐州市有数万女性被掠夺来卖给当地的村民了。这样的事情几万人呢，怎么可能瞒得过地方政府呢？很显然，地方政府是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些情况。但是几十年来，当地的地方政府一直在装聋作哑，暗中保护这种人口劫持和人口买卖的大规模活动。那现在铁链女是引起了国际关注了，所以徐州那个地方政府现在要做的事不是查明真相，而是想方设法掩盖真相。目的就是要维护政府形象，扭曲事实，希望尽快淡化这个事件的负面影响。我们不要以为说只有县政府才这样做，其实从下到上，各级政府涉入这个事情，目的都是为了掩盖真相，而不是揭露真相。但是呢，中共倒霉的地方就在于地方政府越描越黑，民众就更加不相信各级政府。那下面我不用互联网上民众自己的各种说法，有人会说这些说法，这个是不是能够得到查证？那下面我用中共官媒的分析来说明徐州地方政府的做法。2月21号，中共的外宣官媒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从网红曝光到丑恶揭露，还原丰县八海母亲案失控的20天。那这篇文章呢，是中共官媒的文章，所以他不会夸大事实，只会淡化事实。那他至少承认说，
这一起江苏徐州丰县8个小孩母亲的事件，是关注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讨论范围最广泛的公共事件。那位可能已经被忽略了20余年的8孩母亲，成为刺痛社会的一根刺，并引发了一场全民侦探行动，以及对中国刑法的修订、妇女权益的呼吁。那么在民间自发的社交媒体上的舆论压力之下，1月28号，丰县政府发布了一份不到180个字的通报。这通报说呢，经过调查核实，这个女性姓杨，是当地人，1998年8月和那个董某人合法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那么结果这份经不起推敲的官方通报，反而激起了全社会不满，就掀开了徐州郊区乡村里的黑幕。那么1月30号的时候，丰县发布第2份通报，声称说这个被铁链锁住的女性呢，是1998年6月流浪乞讨到当地，被董某人的父亲收留以后，就与董某人生活在一起，并且承认呢，两人办结婚登记的时候，镇政府的民政办工作人员没有认真核实这个女子的身份和资讯，因为按中共的规则，要登记结婚，这个女方必须要有正当的身份。那被拐来的当然没有身份了，而且呢，徐州市这第2份通报还是坚持说没有发现拐卖行为，意思是这女的是被捡来的。但是呢，这第2份通报啊，关于这个女生从哪里来的解释呢，和第1份通报是矛盾的。第2份通报是退了一步，承认说这个女生不是当地人了，是外地来的，但是仍然坚持说她不是拐卖来的。这个时候呢，冒出来另外一个女性，这个有一个是女性叫做李莹，也是失踪了很久的，四川的。她的亲属向徐州的公安部门申请，要求采集这个徐州当地称为姓杨的这个人的 DNA， 这个女性的 DNA， 就是那个铁链女的 DNA， 要做比对，想确定一下这个铁链女是不是自己家的那个失踪的李莹。那么为了堵住社会舆论的嘴，2月7号，丰县的上级就徐州市政府又发了通报，这是这起事件的第3份通报。这份通报说，在云南核实过，这个铁链女姓杨，来自云南，经过 DNA 鉴定，8个小孩和董某、杨某均符合亲子关系。那结果呢，这第3份通报又被民众发现漏洞。因为很多民众质疑说，这8个小孩当中的长子叫做董香港，并非这个铁链女所生，因为她名字当中香港这2个字很奇怪的，怀疑她是1997年香港回归时候生的，而且她现在已经长到23岁了。那么多年来呢，这个对这个铁链女所受的长期虐待毫不介意，所以她的母亲可能并非是这个1998年才在徐州有拿到，就是给了一份结婚证的那个铁链女。那如果这样是真的话，那么徐州市的所谓亲子鉴定又是假的。那么在民众舆论的进一步压力下，徐州市2月10号发布了关于这次事件的第4份通报。这一次呢，终于承认说铁链女杨某是被拐卖到徐州的了，到第4份通报才承认是拐卖的，而且呢说她的云南原籍的名字是小花梅，而且已经在云南做过 DNA 检验，确认她在云南的原籍身份了，但这份通报又暴露出漏洞了。然后有民间人士自己去云南查证，发现说这个所谓小花梅所在的那个村子的云南村子里的村民看过这个铁链女的视频以后呢，觉得不是小花梅，不是，有一个小花梅失踪了，但长相不对。那这样的话，徐州市这次事件的通报第4份通报欲盖弥彰，造假骗人的痕迹又露出来了。那然后民间有人就挖出来这个铁链女的结婚证，从中又发现了不少漏洞。
这个证件纯属伪造。首先呢，结婚证填写的日期是休假日，那一天办证机构根本不上班的，不可能颁发这个证。那其次，照片上的女生不是铁链女，照片不对。再一个，结婚证上女生的出生日期是1969年，今年已经52岁，按出生证上的结婚证上的出生日期算，今年已经52岁了，那比铁链女要大10几岁。因此，铁链女的真实身份再次存疑。那么，在丰县和徐州市的解释，这个通报接连穿帮之后，2月17号，江苏省委省政府宣布成立调查组，要对丰县生育8个孩子的这个事件全面调查。那么我上面讲的全是官媒的一篇文章，从网红曝光到丑恶揭露，还原丰县8孩母亲案失控的20天，也就是都是官媒自己介绍的。那么所介绍的这些情况来看的话，今后江苏省的调查结果是不是会再度穿帮，能不能把地方政府前面4个通报里撒的谎圆起来，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那看起来的话，官方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谎言欺骗，然后呢越骗漏洞越多。这个事情呢，就是整个现在的这个局面很符合习近平2014年在一次会上的讲话。他说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一个理论，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予负面评论，这就是塔西佗陷阱。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了。习近平讲中了。在徐州铁链女事件当中，中共官媒现在自己已经发文章承认说，中共陷入了塔西佗陷阱。是，我想这个事件很清楚的看得出来，中共的政府的公信力已经荡然无存哦。那当然，大家比较不解的是这一个事件哦，刚刚有提到，这到底是小花梅还是李莹哦？为什么官方很执意的说它不是李莹？这中间有没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为什么当局那么坚持，会跟民众里面产生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差距？这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请教一下老师？现在这个中国很多民众相信说，徐州那个铁链女的真实身份就是李莹。那么李莹的父亲呢，是个军人，他是1979年入伍，在西藏服役，然后官至上尉，退伍以后呢，就回到四川省的南充市，安排在当地的粮食局工作。那李莹是在12岁的时候，不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是在四川省的南充市。一个地级市，他12岁的时候放学回家的路上失踪了，这是25年前的事情。那李莹的家人自从女儿失踪以后，25年来一直在找她。那现在既然徐州这个铁链女有可能是李莹的，家人希望就找到她，确认是自家的女儿。但这件事情因为女孩的父亲的身份成了政治上的难题了，中共不敢认。为什么？他的父亲是为共军服务上尉官，安排的地方也是个小官，女儿被拐走这么多年都找不回来。那如果中共一旦真的确认说这个徐州的铁链女就是李莹，而且长期饱受虐待，那这会对中共的军心造成很大的负面冲击所以中共现在宁可不让李莹跟家人见面，也要避免军心动摇。我想就老师刚刚所提的部分的确，如果听起来身份这么敏感，这对中国来讲无疑又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打击哦。那当然这个事件呢，我们一直希望的是去探讨到底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不断的一个产生哦。那一开始也提到了，有人说因为这几年来中共不断的认为他自己这个国族强大甚至可以这个一洗过往这个8国联军之词。那没想到我们刚刚提到一条铁链又把大家拉回到一个现实有人就说这个也是在这个极度吹嘘膨胀，在谈厉害了我的国，突然一下子变成悲哀了我的国，恐怖了我的国。所以我想也请教老师，会是因为他们不断的吹嘘自己国力的强大，而导致这样的事情更难去面对跟解决？这部分老师会怎么看待这个议题呢？
徐州铁链女的事件是引发了很多的追问。那比较常见的一种说法就是替中共当局解脱的，就是说呀，是当地的地方政府知法犯法，中央政府是昏暗不明被下头欺骗。那这种版本呢，是中国皇朝时代的传统故事的版本。但是要把这个说法用到今天的中共治下呢，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呢。那如果中南海几十年来就如同古代的昏君一样的昏庸糊涂，那他是怎么样把中国统治的比古代昏君还专制的？所以这种说法呢，根本本身站不住脚的。那如果说地方政府是知法犯法，那我们就需要知道说中国的相关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我查了一下中国的法律，中国的刑法是写了不少相关的条例的，我下面再来分析其中的这个诡异之处。我先把这个中共刑法的相关条法这个向大家报告一下。第238条非法拘禁罪条文是说，非法拘禁他人或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律条文是，拐卖妇女儿童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个以下几种情况是：一、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二、拐卖妇女儿童3人以上；三、奸淫被拐卖的妇女；四、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从事卖淫，或者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这个迫使其卖淫；第五是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那么刑法第241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强奸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侮辱罪、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律条文是这样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3年以下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依刑法第236条定罪处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非法剥夺、限制其人身自由或有伤害、侮辱等犯罪行为的，依刑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并有第2款、第3款规定的犯罪行为，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出卖的，依刑法第240条规定这个定罪处罚。那这些法律条文呢，看起来好像在中国是制裁人口拐卖的。但我想讲一点，中共不是民主国家耶，所以我们要知道中共的法律的话，你更重要的是必须了解到中共有一个党管司法这种制度。那在中共的专制制度之下，司法系统就是法院和检察院和民主国家是不同的。法院、检察院不是独立办案的，而是归属于中共当地的政法委管，要接受中共地方党委的领导。所以呢，政治介入司法、操纵司法，在中国就是它制度架构的一部分。那对一个刑事案件，公安局查还是不查，检察院是不是起诉，法院如何判，都要由当地的县委、市委、省委说了算。如果党委里有一个官决定有一个刑事案件不要办、不要查，那么在中国这个不属于知法犯法，叫做党管司法。所以如果地方党委不下令的话，刑法上有关拐卖妇女的案件就都可以放过去，不会办的。这是我讲党管司法会造成现在这种结果。另外一方面，中国的相关法律也有严重问题。那2月18号，北京有一个经济学家盛红，他写了一篇文章，这个人我还认识。他指出中国刑法刚才我提到的241条第6款，把付钱给人贩子买下被拐妇女这个行为说成是收买。这是刑法的文字，我刚才念到，
收买被拐卖妇女。他这个盛虹这篇文章就说呢，他说这个说法，收买这说法不但是政治不正确，而且是法律不正确。因为拐卖妇女的人呢，他不能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啊。那妇女又不是物品，是不可以卖的，不能买卖的。所以被拐卖妇女啊，她不属于拐卖者的，他们是被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挟持的。所以用被拐卖妇女形成的所谓交易，是在妇女不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中国刑法上讲的妇女的收买者，实际上是出钱唆使他人劫持妇女。那不管这个女性是事先订货还是送货上门，都是非法劫持。他们买了一个所谓的，就用买字是加引号的，他们这样这个弄来一个女生，就用暴力强迫进行性活动。那这种持续性强奸呢，比一次性强奸构成更严重的侵害。那中共的法律条款是用收买来界定付钱从人贩子手中获得女生啊，实质是把刑事犯罪行为淡化成交易行为，变成民事了，不是刑事问题。他就完全无视了被拐卖女生的个人权利和意愿，等于变相承认说，只要有一个买者出一点钱，就可以拥有被拐女生的身体，而且把这种长期剥夺女生人身自由、实施强奸的活动，变相的承认为是所谓的婚姻。徐州铁链女就是这个案例。那中国这种劫持拐卖女生的活动，它之所以如此普遍，人数如此之多，很显然它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广泛的刑事犯罪活动。那它的产生呢，既有法律上对收买被拐卖女生这种宽纵的影响，也有各级政府的不作为因素，还有社会底层的作恶人群的因素。那徐州呢，只不过是这一次因为铁链女事件偶然被举发，才引起了民间的注意。那在山东、河北，还有西北、西南很多地方，还有无数现在没有引起关注的案件。那真正的问题在于说，中共各级政府从下面到上面，其实长期以来都默认这种状况。比方讲，中国经济周刊报道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就是我们讲的铁链女所在的徐州丰县县法院判决了数起被拐卖妇女要求离婚的案子，因为当地政府批准他们所谓的结婚，甚至可以发像铁链女这样的假结婚证，但是呢，这些被拐卖妇女坚持要离婚要走，那法官就每次接到这样的案子都不批准离婚。那么这种情况下，等于女性被劫持、被拐卖，然后被长期强奸，走投无路以后呢，最后只能选择自杀。所以中共现在这种司法裁决实际上是在准许拐卖婚姻合法化。所以这个问题现在讲起来的话，这个涉及到中共这种制度状况以后啊，我就想要进一步讲一个问题了，就是像江苏省徐州市这样的地方政府，直到这个县下面的区、乡、村这些基层的党政系统，然后地方政府、警方、司法机构是一种共犯结构。这共犯结构已经存在几十年了。2017年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在一个报告当中说，中国是贩卖人口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为它未能采取严肃的措施结束其在贩卖人口问题上的共谋。那中共对这一点是矢口否认的。其实中国的人口买卖从邓小平时代一直延续到习近平任内，说明这种宽纵人口拐卖的共犯结构从上到下一直存在。今后呢，中共或许会下个文件，要来一轮打击活动，但是他不会真正追究过去几十年的积案。那等到风头过去了，恐怕拐卖活动依旧卷土重来。而且呢，这种共犯结构并不只是在官场上。其实我们从徐州的这个铁链女的悲惨遭遇就可以发现说，这种共犯结构一直下深到乡村基层最底层。那之所以
有人会想说，这个被拐卖的女性为什么不逃走？原因是被拐卖的女性逃不走，因为她们就算逃出村子了，仍然会被周边农民发现。这些发现他们周边村子的农民不是去帮助他们逃走，而是把他们拖住，然后报告给被拐女性所在的村子，把他们抓回去。然后抓回去以后，这些要逃的女性通常会惨遭毒打，然后再度被囚禁，就会像铁链女这样。所以啊，实际上很多乡村里头，本地女孩都不想在家乡待，要离开家乡。而很多男性呢，就算出去打工，也没办法在外地求得配偶。所以这样的话，很多村里的单身男性就变成说依靠拐卖来的女性，花不多的钱强行占有她。然后呢，这些男性就把这些失去自由的女性当成家庭财产，而当地各村的人又互相保护、互相隐瞒、互相包庇，就结成一个社会底层的强占拐卖女性的共犯结构。那谁家的拐卖女性被试图逃走，有很多双眼睛在暗中的监视，甚至邻居会主动帮助这个买主去捕捉这些逃走的女性，把逃出去的女性又送回她的买家。而面对这样的社会基层的共犯结构呢，当地政府为了维持社区稳定，不是按照刑法，按照这个拐卖妇女的相关法条去办案，去抓相关的案犯。当地的地方政府呢，为了维持社区稳定，会反过来配合村民，隐瞒被拐卖妇女的身份，为村民呢提供假的结婚证明。明明知道人贩子又送来了被拐卖的妇女，警察也假装不知道。这些人贩子呢，可能是本地的，也可能是外地的，他们甚至可以远到偏远的云南这些山区，专门诱骗年轻女孩，再把他们强行的送到这个买家多的北方农村。那被拐卖的女孩一旦离开故乡，人生地不熟，就很容易成为人贩子和各种人的性侵害对象。这是什么呢？这是很典型的社会溃败特征，因为正常的社会伦理和社会道德已经完全崩溃了。官方的法律偏袒的是所谓的被拐卖妇女的买家，被拐卖的女性命运悲惨，沦落成生育机器。那台湾的观众可能过去听说过，说非洲落后的部落地方有这样的事情，其实啊，就在中国这个号称 GDP 要超越美国的社会里头，这样的事情成千上万的天天在发生，人口拐卖大行其道，这就是中国社会溃败的产物。这个很多民主国家的民众会想当然以为说民主化会改善这种局面，其实啊，民主化可能可以在政治上改变共产党的专制，但是民主化无法解决社会溃败。相反，民主化过程当中，乡村民众的价值观如果说还仍然是指望接收这种被拐卖的女性来维持生活，那么人口拐卖就依然会继续存在下去。那中国现在是在中共的治下，乡村的社会溃败正在持续的演进，城市的繁荣和威权统治呢，堵不住人口绑架，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真实现状。没有了共产党，中国乡村的溃败仍然会继续延续下去的。所以对比台湾社会现在越来越安定文明的这个发展呢，中国农村社会的溃败表明说，台湾没有被共产党控制是台湾人最大的幸运。希望台湾人永远保留这样的幸运。那中共统治的溃败呢，正在慢慢的演进，但是中共统治的溃败是会和经济社会的溃败同步进行的，因此可以预期啊，中共的统治力越弱，乡村等基层社会的溃败速度就越快。那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口大部分都住在乡村，中国乡村的今天的现状，我们从徐州这个并不贫穷的地方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那台湾其实救不了中国的社会溃败，但是
台湾人可以保住自己安乐的家园，不受中共侵害。所以我想今天感谢我们这个老师哦，陈老师针对徐州八海铁链母亲的事情哦，算是一个完整的说明哦，也特别从体制的这些角度的部分，让我们更看清楚了解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哦。我也讲一个小故事哦，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老师陈老师还说，我这领带我特别挑一条深色的，这代表我心情上对这件事情觉得很沉重。那我还跟他说，老师我也打一条粉红色的，因为在台湾粉红色代表对女性许多的一些纪念的活动，其实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件事情绝不是我们觉得很乐意来讨论，觉得哇洋洋得意，然后觉得可以拿来做一个所谓的攻击中共无能的一个部分，只是这个作为一个人哦，看到这些事情都会觉得非常的难过。像老师所说的，我自己都可以厚着脸皮说，台湾不仅是我们对人权的重视哦，虽然我们还不完美哦，很多还要再做改进，但大家知道吗？台湾在前几天的时候，我们还在做动物权入宪的游行哦，主要诉求是希望对于动物权的保护。这只告诉大家，不只是对人的尊重，我们连对动物权的尊重都在提升。就像老师刚刚提到的，台湾人自己不断的反思，自己不断的去提升自己身为一个人应该要有的那样的气度规格。我们很遗憾，中共在整个统治的过程当中，如果还连封建时期这些童养媳、这些拐卖，到几百年来都还保有这样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一些事件，然后集体掩盖、集体隐瞒、集体来犯罪。我觉得真的会为中国的民众感到悲哀。我想这些事情大家都可以在视频上面大家公开来做评论。那今天再次感谢陈老师哦，我们也希望这个议题真心的希望这个议题可以解决。再次感谢老师，谢谢洪英兄，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看。